原文：吹者不立，自是不彰，自见者不明，自法者无功，自经者不长。其在道曰：时坠行，物或恶之，故有欲者弗之。白话：成事必轻功，曲高则和寡，偏信则安昧，贪图则无功，骄矜则无德。因为贪婪无耻惹人嫌，所以别贪多恶德。成事之道，必在轻功。凡事若过于高调，则知因寡少，偏行一方，便失于明察。贪求太多，反而难保成就；骄矜自满，终将失德而为人所短。世间事多如此，贪婪无耻，最为人所厌。故而智者不贪多恶德，只求行之得当，心安而已。古人说：吹者不立，吹是惊人，引俯身而不立，这是自然之事。世间之事，若要成就，也须懂得放下身段，能亲力亲为，方能见真章。若只空谈高论，重难兴业。由于是道法自然，所以本篇的道理适用范围很广，其中字可以是一个人、一个团体，甚至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。而在一个人的心中，也有无数的念头交锋，若不知己见，便如偏信其一，终将陷入狭隘与昏昧之中。三代的学术之所以兴盛，正因那时的人们是为了明理、为了乐趣而学，他们探寻天地的规律，观察万物之道，学问之中自有生气与灵光。所谓道理，就是人在自然中所悟出的规律。其欲之道，重在有为；今日之道，贵在无为。无为之生，正因有为太盛。有为腐化，使得学术风气每况愈下。到了明清之际，学术风气已被弄得枯槁而腐朽。若非为了功名富贵，金屋娇妻，作威作福，又有几人愿好手穷经埋首八股？那股功利之风一直延续至今。古代的专制腐化未尽，现代又添上产业的毒化。若要重振学术风气，便需清除专制余毒，戒除消费毒瘾，让人们重新燃起对道理真相学习探究的热情。唯有如此，中华文明的学术之光方能再次灿然。华夏文明的学术风气，随着文明意识的腐化而逐渐变质。原本开放而包容的学术精神，在权力的操控下，一步步转为规范与限制。其真正目的，并非为了明理启智，而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持专制统治。于是，周朝开始搜刮、查禁、垄断知识、腐化，由此开端。秦朝更进一步，破坏焚毁限制知识，只允许刑罚与无碍于专制统治的医药栽种等书。汉朝表面重建文化，实则篡改古文而独尊儒术，以规范之名行思想垄断之实，腐败至此而明显。隋唐以儒教科举，使知识僵化，腐烂之势由此蔓延。明清八股取士，终于让学问彻底腐朽，人们如置身大闷锅中煎熬，直至完全腐熟。那么，汉武帝真的是知识的重建者吗？其实，
他的真正目的在于篡改古今典籍，并偷换概念。他要打击的对象正是缔造黄老之治的黄老思想，因为三代黄老思想有太多民本思想的观念，而汉武帝一人又怎能与父祖甚至三代圣王之道相抗？唯有将黄老之学拉下神坛，尊孔孟而压老庄，他才能遂行专制集权的欲望。这场篡改是全面的，他们将《李耳笔记》改编杜撰为《道德经》，将黄老解读为黄帝与老子二人，再以法家韩非附会其说，让老子与庄子齐名并称，使黄老之学彻底边缘化。以司马迁之博学，应该知道这些缘故，他虽有史事，却也难以自脱。为了使其顺利出版，也只能随俗而书，将老子与韩非子并列，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留下一些破绽与蛛丝马迹供后人拆解。儒、墨、道、法四家是战国时代的显学。若以最简明的方式来说，儒家损人而利己，墨家损己而利人，道家利人亦利己，法家则是损人而害己。道与法恰恰相反。然而，诸子百家皆出于黄老之学。在周朝的黄老学中，我们能看到儒家理论的雏形，也能见到阴阳家、兵家等诸派思想渐次分流，逐渐成型。古人之治，以圣人之道为通则。圣人有圣人的标准，常人有常人的尺度，所以夏商之时，人们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政治家，而政治家也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但自周秦之后，经过2000多年的腐化，到了明清时代，风气已全然倒转，人们以对神人的心态仰望天子，皇帝却以傲娇的心态奴役臣民。进入现代，教育体系虽不再专属于帝王，却几乎成了资本的附庸。整个制度的设计是为资本服务，虽尚未到独尊资本的地步，但趋势已然明显。例如读哲学、读冷门学科的人，往往在毕业后难以就业，因为就业的提供者正是资本家。学问不再为求真，而是为求生。西方文明意识的演进大约比华夏晚2000年，如今他们正走在腐败的当口。若此趋势不变，未来的学术与教育只会越来越狭隘、僵化、腐朽，除非我们愿意换个跑道。学术能否兴盛，关键在于是否具备良好的大环境。若如春天沃土，自然百花齐放；若如严冬荒原，再好的种子也难以萌芽。春秋战国之所以百家争鸣，正因诸侯争霸图强，广求贤才，更因贵族阶层的衰落，使知识重新回归民间。天候已聚，种子寄存，而真正让思想茁壮的沃土，就是那一代人天赋资质。夏商2代奠定了此基础，犹如创造了厚实的有机肥土。因此，当春秋战国的学术风气兴起时，学术发展得以如雨后春笋，百花齐放般爆发。约2000年后，近代西方的学术复兴，其根源亦可追溯至古希腊。
罗马的思想奠基，一旦天时、地利人和，学术风气就能兴盛。那么，所谓的天赋资质究竟从何而来？它并非仅仅来自血脉与基因，而是更深层的，来自灵魂的记忆，来自业力结构中累积的经验。一个人是否对学问有兴趣，是否能感受、能觉悟、能领会，这一切都藏在灵魂的深处，这才是培育智慧的土壤。思想与学术的繁华离不开三个要素：天时如季节，地利如土壤，与人和如种子。天时象征觉悟的时刻与时代的机运，正如春秋战国之际或近代欧洲的思想复兴，皆是文明转机与变换的季节。犹如傍晚五彩缤纷的天空，虽然美丽，却也得警惕。地利并非单指外在环境，而是文明意识，人们内在的心田。更精确地说，是天赋与灵魂的记忆，那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根基，是否有足够的养分滋育智慧之树，而使其开花结果？人和代表学术流派的传承，并非单靠个人聪慧所能凭空捏造，知识智慧都需经过漫长的累积，因此百家争鸣，还得看那时人们所拥有的学术种子。例如孔丘就将儒学的种子带入民间。若追根溯源，诸子百家其实皆是取自三代黄老之学的种子，只不过经过周朝数百年的思想禁锢，剩余的种子都偏向君本思想，而思考的方向也多是由上而下。诸子所传，不过是周代贵族间通行的知识。李耳虽以官职之便，得官下商古籍，但也仅能摘录笔记而已。